之所以在这3年的时间中，先天神没有任何的动作，不是他没有成功冲击第1序列之位，而是先天神早在1年前就已经成功迈出了那一步，成为了天元界第3个第1序列神。而在这晋升第1序列之位的1年时间里，先天神也不着急的去将这些诸天生灵抹杀，而是等待着天人界的到来。因为现在的先天神族之人只剩下先天神泰米古圣已经在3年前牺牲自己夺回10道祖气主脉的时候已经陨落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先天神的计划之中，找其他古圣联合天人界入侵天元界也是先天神的计划之一，所以他必须等到这天人界入侵天元界之后，才是自己破界而出，降临天元界的时候，可怕的魔气将这古元天内的空间彻底的笼罩，并且魔气中蕴含着一道凶戾可欲滔天般的气息，却是在时间的流逝下变得越来越恐怖。魔气翻涌，一个漩涡自魔气中浮现，而后一朵巨大的黑色魔莲缓缓地从魔气之中升腾而起，魔莲之上一道身影盘坐，黑色头发如同瀑布般垂落而下，漂浮在魔气之中，宛如是恶魔一般。真是令人陶醉的力量啊！本神终于晋升第1序列神了，哈哈哈！人影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其中所弥漫的猩红之色，令得这周围的魔气都是泛起了阵阵涛浪。此人正是先天神族的先天神。在先天神睁开双眼时，这片空间也是扭曲起来。这亏这次的祖气主脉，让本神成功冲击第1序列神，而我也成为了天元界最强之神。我倒要看看天元界的那些第3序列神如何与本神对抗。先天神的血眸波动了一下，旋即轻轻一笑，魔脸转动，先天神满脸笑容。现在似乎也是该去解决那些烦人的老家伙了。先天神的目光投向古元天之外的诸天大地中，脸庞上浮现一抹妖异的笑容。而与此同时，一道含着无尽魔威的声音，也是在整个天元界的各大诸天之上浩浩荡荡的响彻而起。记得今日该是我先天神封第1序列神之时，哈哈哈！这道声音是先天神，他成功了。此时各大诸天的所有强者都是听到了先天神那恐怖的魔威之音，数位各大天域的大尊以及归虚神殿4大古神的面色突然一变，面带骇然之色，抬起头来望着诸天之外的那古元天，在那里有着极为浓郁的魔气，而他们也是首次感觉到了一种让他们灵魂都是有些颤抖的恐怖气息。那种气息唯有第1序列神方才拥有的恐怖力量，而在那古元天之中，唯一有可能成为第1序列神，不言而喻，自然是先天神。今日该是我先天神封第1序列神之时。而就在数位大尊以及4大古神面色变化时，一道弥漫着可怕魔威的浩荡之声旋即从天而降，最后响彻在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先天神，听得这道如今已被视为恶魔般的名字，不管是哪方顶尖的势力之中，顿时骚动了起来。所有人都是猛然起身，面露恐惧地望着远处的天空。在众多人为此而惊骇时，各大诸天中也是传出了急促的警鸣之声。铺天盖地的无数强者从4处暴掠而出，最后化为一片黑压压的强者军团一般，悬浮在天空上。在这3年的时间中，天元界显然也是有着不少的强者诞生，都是多亏了祖气主脉的关系。望着那悬浮天空的黑压压无数位强者，那些刚刚还在骚乱的众人也是略微的安静了一些。看着这些无数的强者纷纷出现，其中有离异、武费以及紫翼秦王熙等顶尖强者，还有暗天族的暗令人马都是齐齐出现。如此强大的阵容，也是让的实力弱一些的众人感到了一丝心安。虽然他们也明白，这丝心安其实也是相当的脆弱。4大古神也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了无数强者的前方，面色凝重地抬起头望着诸天之外的古元天周边的浓郁魔气，而这些魔气竟然开始朝着各大诸天的空间蔓延而去，犹如是黑色的魔云，如海浪般的开始波涛汹涌起来，在无尽的虚空中不断的翻滚着，黑气所过之处，就连元气都被侵蚀了。这个时候，各大诸天的天地间，那可怕的魔气似乎是更加浓郁了许多。那股气息的确是先天神的气息。金罗古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也是压一下心中的烦闷与不安，因为对面第1序列神，就算他们4大古神联手对敌，恐怕也不是其对手了。旋即，金罗古神手掌一挥，沉声道：“诸天强者准备。”闻言，4大古神后方那黑压压的无数强者，顿时齐齐的一声应和，那般声势倒是极为的不弱。这一次若是阻拦不住的话，这天元界恐怕便是会被先天神掌控，到时必然是让的这方大界生灵涂炭。苍渊古神面色凝重的道：“若是没有意外的话，这会是他们最后的一场战斗。”金罗古神以及赤鸡、地龙等古神默默点头。先天神携第1序列神之威而来，仅凭一人之力便可力抗诸天的众强者。若是一个不慎，这场战争便是会在今日落下帷幕。萧炎、林动和沐尘他们3人有消息了吗？金罗古神问道。苍渊古神缓缓地摇了摇头道：“还没有。萧炎将神灵之物炼化，并且种下神骨，虽然有了成神的资格，但是吞噬炼化幻虚神火的火神本源并非简单，所需要的时间应当不会短的。而林动和沐尘2人应该正在突破境界，我想很快就会赶来这边。”地龙古神则是苦笑一声道：“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而一旁的赤鸡古神则是没有沉默不语，但脸上的凝重之色也是表达了自己心中所想的事情。金罗古神作为4大古神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心性也是极为的淡定，根本不会自乱阵脚。旋即默然说道：你们应该知道，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也是我们诸天的唯一希望，只有当他们顺利的晋升更高的境界，方才能够与先天神对抗也说不定。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还是不要唤醒他们比较好，不然的话，就算是提前唤出，那也是无用之举，到头来不过是白白将希望葬送而已。赤鸡古神等几人一声轻叹，只能点了点头。他们也明白金罗所说的确属实。我们已经通知各大天域的顶尖势力等诸多强者已经赶来，即便是我们今日失败了，但只要萧炎、林动、沐尘他们能够成功，我们能够延续多久就多久吧。金罗古神继续沉声道：所以万万不能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未成功之前将其唤出。金罗说的不错，我们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就算先天神那家伙真的想要灭我们诸天生灵，我们就算牺牲也必须与其相碰。苍渊古神一咬牙，心中已然做了一个决定。4大古神皆是微微一笑，心中的波动也是徐徐的平缓而下。他们抬起头，目光凝视着那越来越浓郁的魔气。现在便是与诸天共存亡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顶尖势力皆是赶到，其中皆是主宰境的强者，而且其中还有很多都是最强主宰。这些顶尖强者严阵以待时，那笼罩天地的魔气，可怕的魔威飘荡在天地之间。不过这种安静并未让德人感到松懈，因为任谁都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山雨欲来的风暴之势。压抑的寂静持续了约莫1个小时，那笼罩了天元界将近半年之多的魔气终于是泛起了阵阵波动，然后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弥漫天际的魔气缓缓地散开。紧接着破风声响起，一道铺天盖地的魔影驾驭着魔气，如同潮水一般的自魔气之中掠出，最后悬浮在虚空之上，目光森寒地盯着下方那无数黑压压的人群。先天神终于来了。望着虚空之上的那道魔影，不少人的面色都是有些苍白。虽然早就已是料到了这一幕迟早会出现，但真到了这种时候，心中依然是无尽的恐慌与绝望。恭迎先天神成为第1序列神。天人界的大军站立在虚空上的数百艘方舟之上，望着那道魔影的出现，便是全部拱手恭敬道。因为这道魔影就算是他们天人界都不敢惹的一位神奇，而且这位神奇还成功迈出了那一步，达到了第1序列神之位。这等境界意味着如今整个天元界之中，他就是最强之神，谁都无法与之对抗。旋即天人界的大军冲天而起，无数道身影便是掠出方舟，下一刻便是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先天神的后方，那等气势无比的震撼人心。但是归墟神殿乃是天元界最高守护战力的代表，也同样召集了各大诸天的所有顶尖势力强者，那等势力也不弱于对方。先天神散发出无尽的魔威，坐在魔莲之上，而随着先天神的出现，那股弥漫天地的魔气顿时强盛到了一种极临界点。最后在空间波动下，魔气居然是凝聚成铺天盖地的水珠，如同暴雨一般从天而降，魔雨降临，噼里啪啦地落在下方的无数道身影之上，那般壮观之景让得人心生无穷寒意。不过下方的无数道身影见状，便是爆发出惊人的可怕元气，在自己的上空处凝聚出一道巨大的防御罩，将其拥有魔气的水滴给抵挡而下。先天神、4大古神皆是双眼死死地盯着那盘坐在魔莲之上的魔影，在看到先天神真正的面容后，顿时让他们极为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无数人的视线中。那熟悉的面孔与当年的圣神一模一样，都是令人憎恨以及恐惧的可怕面孔。诸天强者的双手也是忍不住的紧握了起来，因为他们还感受到这先天神身上那股气息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就是堪比祖龙和元尊的神之境界，为第1序列神。天元界最高守护战力的归墟神殿也不过如此，你们输了。先天神盘坐在魔莲之上，身后长长的黑发随着清风飘动，一对猩红的双眼微笑地盯着虚空之中的金罗、苍渊、地龙、赤鸡等古神等，缓缓地说道。金罗古神目光微沉，喝道：先天神，数万年前你就已经死在元尊的手里，今日你就算已经成为第1序列神，也不会得逞。我们天元界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你们这些邪灵之物给侵占的。先天神轻轻一笑，真是可笑的言论啊！旋即他的身体缓缓自魔莲之上站起，仿佛是整个天元界的最强之神一般，俯览着这方大界。现在的我已经凌驾于这片大界之上，谁还能与我对抗？今日就算是元尊亲自来了，他也是奈何不了我，并且从今日起，天元界的规则将会重新更新，皆是由真正的最强之神制定。从此以后，天元界将是我先天神族所有，本神会带领整个先天神族走向辉煌之路。哈哈哈！先天神含着无尽魔威之气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回荡着，令得越来越多的人都是面色惨白。以先天神族的可怕手段，若是掌控了天元界，那以后各大诸天的生灵恐怕便是要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了。
这场大界之战，本神是最后的胜利者。先天神的眼中魔气涌动，旋即他的手掌探出，对着下方由无数强者凝聚的防御罩陡然握下。你们四大古神作为曾经的强劲对手，今日我便让你们见见什么才叫做第一序列神的神圣之力。先天神的声音落下，天地间的魔雨突然尽数凝聚，化为一道细到极致的魔线，旋即魔线闪电般的划过天际，魔线所过处，天空之上出现了一道约莫10数万丈长的黑线，那里的空间直接是被轻松的割裂而去。与此同时，那下方由诸多强者联手构建而成的防御罩几乎没有泛起任何的波动，便是这般在那一道道呆滞的目光中爆裂而开。望着那瞬间爆裂开来的防御罩，所有人都是呆滞了下来，任由魔雨滴落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些魔雨中的魔气让得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临近，仅仅只是先天神的随意一招，便是将无数强者联手而成的防御罩便是这般轻松的击溃。望着被击溃的防御罩，四大古神的面色也是阴沉到了极点。先天神如今的力量，即便是他们这些第三序列神都是感到了有些战损。第一序列神的力量远超第三序列神，所以在神奇之中同样分强弱。结阵！金锣古神面色无比的阴沉，身形悬空而起，陡然厉喝出声，就算明知不可敌，那也必须战到底。听得金锣古神的厉喝，那密密麻麻的诸天强者也是齐齐怒喝，喝声震动天地，滔天般的可怕元气自他们体内暴涌而出。那等声势，就连那笼罩着天空的魔气，竟然都是被冲散了一些开来。混沌金钟！金锣古神的手上顿时出现一座外形古老的金钟，其上铭刻着诸天万物之形，犹如是汇聚了诸天之力，推动时钟外有层层金色光环围绕，防御力无比的惊人，并且深悬那浩瀚无穷的神之力量中，手印变幻，神力凝聚，爆发出极为惊人的能量波动。看样子金锣古神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之心，一出手便是施展了自身的全部实力，没有任何的保留。对面一位最强之神的攻势，他可不敢有轻心。除了金锣古神，其他古神也是明白现在先天神的实力是多么的恐怖，因此他们一出手便是施展了自己最强的攻势。祖龙灯！随着苍渊古神的怒喝之声响起，一道外形为一盏古朴的油灯竟是浮现身前。这是由祖龙龙髓凝固所成，祖龙灯的催动可生祖龙混沌炎。此混沌炎虽可以淬炼肉身，但是也能够将对方的肉体给焚烧吞噬，威力巨大无比。地龙之躯！地龙古神旋即化身为巨大的龙影，虚虚实实，在其上还跳跃着无比强悍的金光。这样的地龙肉体之力，在诸天中都是举世无双。火炎灵！赤鸡古神的长裙上有着古老的火焰图腾，然而这些火焰图腾竟然开始散发出无比炙热的火芒，其中拥有着无比可怕的威能，包裹着赤鸡的全身。远远看去，赤鸡古神犹如是一位火焰之灵一般，在炎之一道的修为上，看似也不比萧炎弱多少，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凝合四大古神的最强之力，再以阵法之势，令得他们得力量，更是达到了无比恐怖的层次。在如此恐怖的攻势下，就算对面一位第二序列神，都是有着一战之力。只是他们眼前的是一位第一序列神，不知是否能够将其可怕的攻击给抵御下来。对着两股力量的相碰之下，旋即空间之上便是浮现出无数道可怕的空间裂缝，在裂缝之中散发出一种虚无。不过很快，空间便是愈合起来。咻！四大古神面色凝重，他们双手变换，最后只见的这道阵法都是剧烈的一颤，然后在无数人的目光中，阵法中的能量疯狂汇聚，紧接着一道数万丈庞大的光柱便是陡然自阵法之上爆射而出。光柱所过处，即便是连空气都是被轰成虚无。可怕的光柱几乎贯穿了天地苍穹，诸天都是能够清晰可见。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此刻提了起来。如此强大的攻势，想必就算是先天神都是颇难抵御吧。然而无数人怕是想太多了，第一序列神可不是第三序列神可以抵抗的，即便有着4位第三神联手施展攻势也是如此。在那无数人的注视下，站于魔莲之上的先天神却是默然一笑，血色双瞳映射着下方爆射而来的恐怖光柱，旋即伸出手指，轻轻的一点，碎，一字轻落，如同怒龙般爆射而出的光柱，却是在距离先天神仅仅只有丈许处的地方戛然而止。而先天神的那一指也是轻飘飘地落在了那光柱之上，一指落下，没有半点的能量波动。然而那看似无比恐怖的光柱，却是在那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下寸寸崩溃，最后竟是化为了漫天光点，从天而降，犹如是星辰光点一般。第三序列神在本先天神眼里就是不堪一击，这一场战争，本神是最后的赢家。先天神居高临下的望着面色也是在此刻极度难看下来的金罗、苍渊、地龙、赤鸡，微微一笑，缓缓地出声道。黑色的魔雨铺天盖地的从天空降临而下，整个天元界仿佛在此刻都是变得无比暗淡了下来，就连光芒都无法射入。这就是第一序列神的力量了。望着那如此恐怖的神之攻势，却是被先天神这般轻易的便是给击溃而去。即便是强如金罗、苍渊等4位古神，心头都是不由得泛起一股深深的无力。难怪第一序列神之位如此难以抵达，也知晓了为何这些先天神灵如此执着，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冲击那一步。原来两者之间的差距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天地。虽然皆是序列神，可是第一序列神就是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凭你们这等第三序列神力，也妄想做世界的救世主不成？先天神猩红的双眼紧紧盯着归墟神殿里的四大古神，语气之中有着淡淡的嘲讽。旋即先天神随手一挥，一道魔光便是自掌心喷涌而出，然后众人便是见到下方的一座巨大山脉，连带着其中数以万计的诸天强者，直接是被轻易的生生抹杀而去，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与反抗。见到先天神这等凶残的可怕手段，所有人的面色都是再度开始巨大的变化。诸天强者也太弱了吧，简直是不堪一击！你们这归墟神殿的四大古神，既然不降服于本先天神，那么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先天神的一双血眸望着金罗、苍渊、地龙、赤鸡，然后令所有人欧惊骇的声音缓缓传出：一切就此结束吧！天元界即将是本先天神所统治的大界，你们这些诸天蝼蚁，全部给我消失吧！先天神欣赏着那无数诸天强者泛着恐惧与绝望的面庞，却是突然有些懒洋洋的感觉。当初看来较为棘手的存在，如今在他的眼中却是难以再引起他的注意。第一序列神的神奇就是这片天地间的最强之神，除了第一序列神，其他神奇以及主宰者在先天神的眼中皆是蝼蚁而已。话音落下，先天神修长的手指对着四大古神的身躯所在方位轻轻的点下，顿时间天地波荡，无尽的黑色魔气在其指尖飞速的凝聚，最后化为一道魔光，直接就是对着四大古神暴掠而去。见到先天神的出手，四大古神的心头也是一惊，体内的神力急忙开始催动起来。然而就在他们刚欲准备调动天地间的能量共同防御之时，那先天神却是诡异一笑，一指在点，轻声道：进。随着这一字的声音落下，四大古神顿时惊骇地发现，他们体内的神力居然与自身失去了联系一般。这等变故可是让的四大古神的面色涌上一些惊骇之色。第三序列神之所以强大，不仅是因为序列神之力的神圣与可怕，而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这些第三序列神已经纳入神列当中，能够毫无节制地调动神列中的神之能量，随时可以共同进攻与防御。然而现在那先天神仅仅只是一道轻声，便是将第三序列神的这种能力给禁止了去。如此一来，就直接根断了他们的一条手臂，没什么区别。该死，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第一序列神的力量，没想到还能够禁止我们与神列之间的联系。这等变故让得他们都是心生骇然。不过金罗与苍渊等古神毕竟也是经验丰厚，在察觉到自身体内的第三序列神力无法调动的时候，体内的神力便是汹涌到极致。旋即他们四大古神一声低喝，滔天可怕的第三序列神力相互融合，凝聚出一根巨大的手掌，手掌之上布满着奇异的诡异纹路，然后狠狠地对先天神的那道魔光轰去。魔光与宛如实质般的巨大手掌在半空中轰然相撞在了一起，爆发出一阵剧烈声响，然后那由四大古神一起凝聚而出的巨大手掌便是直接崩溃而去。但那魔光声势依然不减，快若闪电般的轰在了四大古神身前那厚厚的第三序列神力防御之上。两者强大的能量相撞，看似坚固的第三序列神力防御却是几乎是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速度爆裂而开，最后在瞬息之间，那恐怖的魔光狠狠地轰击在了金罗、苍渊、地龙、赤鸡等古神的身躯之上，一口嫣红的鲜血当下便是从喉咙间喷射而出，身体也是踉跄的倒射飞出。被这先天神的魔光击中后，就连这归墟神殿的四大古神气息都开始逐渐的减弱了很多，看样子也是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势。无数强者都开始发生惊骇的声音，因为他们看到竟然在四大古神联手之下，竟然还是不敌先天神的这一道可怕的攻势。四大古神的身躯即将撞击在后方的山壁上时，三道速度极快的身影便是出现在这片天地间，然后接住了倒射飞出的四大古神身躯。而这突然出现的三道身影缓缓落地之后，众人也是惊奇的发现，竟然是曾经的那六尊之神中的吞噬之神赵木神，其余两道身影则是剑神李纯君和青神楚清。随着这三位身影的出现，无数诸天强者也是暗自欣喜若狂，因为这三位可是最早踏入神奇境的神，而且其底蕴比归墟神殿的四大古神还要强上一丝，毕竟他们当年的天赋可不比他们这些古神差。你们来了，刚刚多谢了。在落地之后，四大古神也是对着突然出现的三尊之神拱手谢道，而赵木神、李纯君和楚清皆是摆了摆手道：我们来迟了，还好没酿成大祸。说话间，他们三尊之神显然带着一些自责，毕竟如今天元界出现了一位第一序列的先天神，实力已经达到了无人可以抗衡的地步。要不是他们最后及时赶到，恐怕四大古神更是加重了伤势。因为在先天神降临至诸天的瞬间，他们便是感应到了一股非常恐怕的魔气已经蔓延至天元界中，便是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这边空间赶来。四大古神捂住伤口，嘴角的血迹显而易见。见到如今吞噬之神、剑神、青神他们三尊之神赶来，也是能够松了一口气，毕竟这三位的实力底蕴可比他们四大古神强上一丝。来了就好。四大古神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眼前的先天神可不是他们那么好对付的。
然后金锣鼓神扫了扫四周，便是问道：祖涛之神怎么没有来？吞吞，我已经通知，应该也很快赶到这里。只要吞吞到来，那么我们的希望将会更加多一分。赵牧神说到吞吞的时候，语气中都是充满着些许自信。看来当年与周元和夭夭一起的吞吞其实力，恐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突破了。先天神淡淡一笑：你们3位也出现了。虽然你们3位的实力比起这4位老家伙强上一些，不过依旧还是第3序列神而已。本神乃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第1序列神，你们虽然也是神奇，可在最强之神面前，你们就是蝼蚁，可直接阻断你们与神列间的联系，让其无法调动大咒中的神之能量。所以，就算你们赶来了，与送死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你们肯效忠于本神，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你们今日都得死。他也惜才，如果能够让这些第3序列神作为自己的得力手下，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闻言，4大古神和3尊之神直接反驳道：想让我们成为你这邪灵之物的打手，你怕是做白日梦吧？你残害我们诸天生灵，就已经是我们诸天最想铲除的存在，你以为我们会怕死吗？不过先天神也只是淡淡一笑，他知道这些第3序列神也极为的难说服，怕死就算死，也如都不会听命跟随与先天神族。